最近场线的 Climax 版的神翼也是发货了，终于曾经出版的海警方神翼也价格回落了吗？是回落了，但只回落了一点点。谁叫场线和出版之间连配色一印都不改一改呢？导致出版依然有被导狗追捧的含金量。不过没有关系，大家都知道今年各大平台的魔丸专场也是打得火热，拼多多直接甩出一手王炸，直接9块9秒杀。本期分享的 MB 神翼出版就是这么拿下的，平时实体店或者官网买要3000多，现在不到2位数，这谁能忍得住？活动链接放在视频下方和评论区置顶了，9块9秒杀，包邮到家，手快有手慢无啊！活动名额可是有限的，朋友们抓紧冲！另外，趁着这次活动，还给大家准备了直减的优惠券，全场通用，想买什么魔丸都可以，还不快去拼手速！言归正传，作为我的怨念物，这台之前一直没有买，现在终于也是有机会入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了。还好戴哥觉得自己做的已经很完美，不需要再改了，不然场线和出版肯定会双双起飞。开箱来看到本体配件量不少，不过像背包和龙骑兵等都是分开放置的，需要自行搭载预组装一下。龙骑兵有3种不同的型号，背包上装的是3门锥形和2门大的方形，后裙甲这里搭载的也是大的方形，而4个侧裙甲搭载的是4门小的方形龙骑。背包采用双方形扣连接，如此大的体积重量，连接还是很牢固的。所有本体配件搭载完的造型便是这样了，这个巨型的背包尺寸搭配上造型魔改后的神翼，确实是不怒自威，不愧是种系的最终 BOSS。作为一台在动画中期才登场的敌方 BOSS 机，人气之高竟能达到如此高度，不得不说其机设和客队的人物塑造的优秀。劳鲁克鲁泽是自称拥有最强基因的自然人埃尔达·弗拉达的克隆体，出于对自身优秀基因延续的渴望，以及对妻子和儿子墓的日益厌弃，埃尔投资了有联想，也就是基拉的生父，为其用人造子宫克隆出了克鲁泽。而对克鲁泽近乎癫狂的格力式严苛教育，使得克鲁泽日渐厌恶埃尔，最终放火烧毁了宅邸，逃离了出来。然而客队的克隆技术是不完善的，端粒要比正常人要短得多，因此衰老的速度很快。年幼的精力加短命的克隆人身份，造成了客队内心里反人类的种子悄悄萌芽。此后加入扎夫特，利用其基因带来的优秀身体条件，屡立战功，快速晋级，为那个更大的邪恶计划铺平道路。没错，就是那个扎夫特开发的用来歼灭地球人类的创世纪。而已化身恶魔的他，也并非真心投靠扎夫特，而是希望两败俱伤，共同毁灭。于是亲手向兰波斯局泄露了反中子干扰器的技术，使得亚金杜维战役中 Plant 再次遭受核弹洗礼。在如此决战的风暴中心，和自己已经风中残烛的生命一起，驾驶着这架神翼完成了最后一舞，并留下了经久不衰的至理名言。机体编号 ZGMF-X13A Providence， 意为上帝的意志，或者直接代指上帝本身，可见扎夫特对该机的期望。本机由 Plant 的统合设计局开发，以本身的技术加上从联合夺取的 GAT 系列高达技术，以无视量产性，只为打造最高性能的决战兵器而开发的3机之一，同时也是比自由和正义试验性更强的机体。最初的设计思路是高性能近战机，因此全身的装甲，比如脚部和肩部都做了重型化。原机应该搭载复数光束军刀，突出近战性能，但本机设计的另一目的是交由客队驾驶。而为了最大限度发挥出客队优异的空间认知能力，神翼被紧急修改为了龙骑兵搭载型，这也使得神翼在亚金杜维战役时实际并非是最终调整完备状态。而所谓龙骑兵系统，全称 Disconnected Rapid Armament Group Overlook Network System， 其实就是 SEED 的浮游炮。SEED 的高达世界观里面虽然没有米氏粒子，但由于中子干扰器的影响，实际上连电磁信号都受到干扰，效果比米粒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浮游炮这个科技树迟迟没有点出来。一开始联邦设计的一款重战机莫比乌斯零式便搭载了统式分离火炮系统，被同是埃尔血脉的木叔驾驶出了新花样。然而该机依然需要线缆通信，一旦打断就 GG 了。后期扎夫特方面开发出了 X1 端，作为龙骑兵的雏形，虽然火炮换为了光束武器，但依然摆脱不了线缆的束缚。于是你 UC 有神棍米粒，零也有基恩神力，我 SEED 也有神棍粒子，那个能帮助迅雷隐身的幻象粒子，摇身一变竟拥有了通信的能力，解决了浮游炮这个有限的最大痛点。不过开发初期的量子通信技术不成熟，所以驾驶者需拥有极佳的空间感知能力。同时由于机体内部空间不足，与背包连接的幻象粒子管道无法藏进装甲内，又因为赶工只得裹上一层 PS 装甲挂于腰间。盖哥这里把管线魔改得更加大型化，和原设略微突兀感不同，反而凸显了机甲的真实感。一开始也说过啊，神翼的龙骑有3种，大型的锥形炮塔和2个小的方形炮塔。锥形炮塔的炮身遍布多个枪口，后段有4门，前段也有4门，尖端还有1门大的。盖哥把这些细节都用优秀的涂装细节给还原了出来。该炮塔一次能向8个方向攻击，一共3门，只不过小炮口的功率就很低了。这种中型的炮塔一共4门，正反两面都有同向的枪口，虽然造型看上去不太一样，但戴哥这里做出来的枪口细节可以看到啊，口径上是一致的，功率应该都不低。
最后剩下的4门就是小炮塔了，可以看到枪口的大小和造型很简单，属于是节省能源的牵制用炮塔，不过依然有正反两面2门同向枪口。而戴哥这里的细节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偷工减料，好评。龙骑兵的光束功率并不高，实际战斗中主要还是起威慑和牵制作用，形成这样的密集火力网，等待本体的攻击。另外龙骑没有独立的能源供给，一般打完1轮得收回来充电。戴哥这里也给了每个插孔的透明连接件，用来还原龙骑兵的发射，但我觉得这东西很坑爹啊，就是根透明的塑料杆子，而且只有一边的末端有转轴，根本还原不了龙骑兵骑射出去的感觉。哎，想拍张帅照只能自己 P 图喽。那讲到这里就要来聊聊这个大龟壳了。作为最关键的锥形炮塔和2个大方形炮塔的基座，其实戴哥这里做了一段隐藏的拉出关节，这就使得龟壳上的炮口都能向前转动，即使不发射出去也能直接向前攻击。同时侧裙甲的4个小炮口也可以向前转动，这样就能摆出这种奇怪但合理的全弹发射造型了。由于龙骑兵的高耗能，我一直认为这个龟壳里藏了一点东西啊，比如辅助发电机之类的，不然白做那么大了。但翻遍了所有的资料，都告诉我神翼是核能机，而且是近乎半无线的那种。而这个大型化的背包其实就是个超大号的推进器，由于临时修改为龙骑兵搭载型，之前近战用的重装甲来不及优化，反而成了累赘，机动性和推力都下去了，面多那就加水，于是给神翼安装了这个带有6门喷口的大背包，并且在全身各处，尤其是2腿上安装了大量的喷口，用以提升机动性。而戴哥 MB 的魔改思路更是给脚上增加了多处散热喷口，用来平衡推进器的热量。那背包的散热怎么办呢？这里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整个神翼最帅的展开机构了。这个内构细节简直不要太帅啊！有人说这个背包展开后的这个鬼背像克鲁泽的面具，确实哈，可能一开始就是这么个设计的思路。本来很有压迫感的体积，配合上这么一个展开的造型，那更是压迫力十足了。另外，其实肩部也有3门自态治愈喷口，使得整个肩甲大型化，但设定资料并没有明确这里喷口是不是后来装上去的，貌似在改装之前就有搭载。除了龙骑兵的系统外，神翼的其他武装也非常强大。首先就是肩部的2门啄木鸟式76毫米火神炮，虽然 C 的世界观里面都是 PS 装甲，但平常用来做简单的近防炮效果也不差。而最强的武装应该是这门 MAM221审判式步枪，咱就是说这个体积甚至还有肩托，你管它叫步枪。手臂的握把可以做前后的自由调节，前方的辅助握把也能做翻折。不过最关键的是 MB 的这把枪有联动展开机构。我操了，这个拿上手的把玩体验它着实不一样啊，真的是太帅了，难怪能成一代神物。这把光束步枪的射击精准度堪比狙击，功率又极高，而且还能做到高速连射，可以说是一把除了体积外几乎没有缺点的超级武器。而像这样的武器，神翼有2个，其左手搭载的 MAMV05A 复合防盾系统。神翼当前的装备过多过重，不再适合搭载巨大的盾牌，但同时又得满足其具备一定的近战能力，但机体身上的空间已经被龙骑兵占满，再无空位。这时候迅雷高达的复合弓盾系统就成了最优解，后期的盖茨光束爪盾也进一步验证了这种武装的实用性。同样 X 一端的左手也搭载了类似的弓盾系统，而神翼的这个当然就是完成版了。首先盾尖2侧配备了2连装小型的光束枪，进一步增强了本体的中距离攻击能力，感觉神翼的骑射要比五彩大炮还要强不少啊。另外盾尖能生成超大功率的光束军刀，戴哥这里也是给了相应的特效件，也是非常大体积的特效刀刃。为了防止插不稳啊，连接装还做了防脱的位点，这把刀在动画中印象极其深刻。在和自由的流星号拼刀时，那刀刃竟然跟流星的刀刃一样大，一刀就给流星给砍废了，真是让人怀疑啊！同样都是核能机，怎么就是感觉神翼的功率远在这自由和正义之上呢？戴哥这里也没有放弃魔改的机会啊，首先是不知道是不是觉得盾面不够大。戴哥这里直接做了一段展开结构，内部可以看到露出的金属色细节。另外这个零件能打开，露出类似散热鳍片的东西。枪口和光束刀口也能像这样拉出来一段，露出内部的金属色内构，感觉这里也是用来做散热的设计。弓盾的安装也很简单，后方有一个盖板，打开后就能看到里面的握把，而这个握把是可以取出来的，取出后套上握持的手型再装回去就好了。当然仅靠手臂的握持，固定的力度肯定不够。神翼的小臂上有专门的方形装位，搭载的时候需要把小臂像这样转过来，然后把盾牌上端的固定位点对准插进去就 OK 了。戴哥给这些武装不仅做了优秀的造型，还给了各种展开和内构的惊喜，也难怪当年那么多人吹爆。搭载了双武器的神翼才是真正的完全体，是大家印象里最熟悉的样子。当然这也意味着很少能看到神翼手上还有其他的东西，所以戴哥虽然做了一堆的替换手型，但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左手是2个不同角度的握持手，右手是2个不同角度的握枪手，真正左右通用的只有一对开掌手和一对握拳手，并没有给太多的东西。
好的，那么前面详细介绍完了各种武装和细节，大家肯定发现我摆的 pose 里面这台 MB 神翼依然动态十足。我本来以为如此繁复的重装机设可能必定有取舍，然而实际的表现却出乎人意料的优秀。首先，衣领这么大的一块啊，也依然和之前的自由一样，做了一个独立可动的分件，这就非常的精致了，并且脖子这里是一个双段的关节，低头能把头直接埋进胸内，接近45度的超大范围，同时抬头也能达到30度左右的大幅度，左右的侧摆接触衣领的关节同样也能达到30度，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了。最后转头理论上能到360度，不过正常的抬头幅度会和衣领干涉，但其实这样的左右60度也很够用了。肩膀的根部是做了一段拉伸的关节，用来做肩部的前伸旋转，但是由于肩胛的体积太大了，实际的效果就是打了很大的折扣，向前大概就是15度多一点，向后则是基本没有幅度。不过肩部的侧平台并没有妥协，肩部下段增加了一段拉伸关节来保证90度的平台，而且往下看就能看到这个造型啊，两根液压杆很精致。整个可动最大诟病的点就是肩胛不能旋转，只有前肩胛能抬起一段，让大臂做这样的90度上抬，向后的话这个幅度就不到90度了。肩胛的下方的2个喷口是可以改变角度的，神翼这姿态至于喷口的数量都快赶上铁奥了。虚肘可以做到接近180度贴住大臂，当然因为装甲过大的原因啊，达不到完美的贴合，但这个幅度已经非常的优秀了，造型也很自然。大臂根部是有360度平转关节的，但这里的关节锁的也太紧了，我实在是怕崩断，就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吧。另外小臂的上段也有一个360度的平转，主要是用来适配弓盾的不同方向的。最后手腕这里虽然是一个纯粹的直装，但是小臂这里有一道裂痕，并非摆设，能够让小臂做到这样的前后20度的摆动。这个造型和细节融合的可动结构真是深得我心啊！腰部采用了 MB 自由同款的结构，驾驶舱部分会跟随内缩，做到一个略微超过30度的弯腰。另外挺胸的幅度也能达到30度以上，露出的内构也全给了金属色涂装，非常的漂亮。此外，左右的侧摆也给一并做了出来，并且能做到左右30度的摆幅。对于如此重装甲背包如此重的机体来说，这个腰部可动给的真的是很大胆。同时左右都能达到90度的转腰，自然是不会落下的。前裙甲可以独立90度上抬，里面的内构也不马虎。侧裙甲作为龙鳍的支架，也能做完全的独立上抬和旋转。后裙甲当然也是如此，三面裙甲均不干涉可动。大腿根部这里做了向前转动的下拉关节，前踢的时候会自动下拉提升可动，所以大腿前踢能轻松达到90度，甚至略微超过一点。后踢也能有60度左右的优秀表现。侧踢更是让人惊喜啊，竟然能踢到标准的90度，把持力度也非常的好。大腿根部的360度平转也没有阉割，完全做了出来。而当我看到小腿肚的这个按压弹簧机构，我就知道这次的屈膝做的肯定不一般了。果然，不只是接近180度的完美屈膝，也不止膝盖甲的标准联动。可以看到屈膝后的大小腿造型啊，非常的自然，肌肉感十足。最后来看到脚部，脚踝的盖板可以上抬，脚尖也具备一段上抬20度、向下翻60度的独立可动。不愧是宇宙机啊，脚尖都是向下翻的。整个脚掌向前能抬45度，但是向后就没有什么角度了，基本上等于没有啊。最后来看到接地，脚踝的关节非常的紧，向内掰会和脚踝砖甲产生干涉，实际的接地也就最多30度的样子，而向外的接地幅度就更差一点了。不过宇宙机嘛，这接地也够用了。整体的可动看下来，我个人觉得除了肩部的抬手以外，其他的部分都达到了及格甚至优秀的水准，尤其是对于这么一个快2公斤的铁托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不错了。那到这里呢，咱们就把整个 MB 神翼的所有细节全部扒拉了一遍，不知道各位看的满意不？只能说作为当年 MB 系列的神物，它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实在不敢苟同，不然我也不至于攒这么久的钱才给他请回家。真希望戴哥能多出点这样的上乘佳作。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机设交流的全部内容了。长视频制作不易，记得点赞、投币、收藏、关注起来哦。那么大家下次再见。